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到访韩国首尔，开启他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行程。当天，耶伦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并在参观韩国科技巨头公司后发表讲话，呼吁韩国等值得信赖的盟友加强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竭力吹捧友岸外包的概念，鼓吹所谓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Friendshoring is about deepening relationships and diversifying our supply chains with a greater number of trusted trading partners. The purpose is to lower risks for our economy and theirs. In doing so, we can help to insulate both American and Korean households from the price increases and disruptions caused by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s. 耶伦在讲话中还攻击中国，老调重弹，抹黑称中方利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在包括半导体生产等行业取得主导地位。We cannot allow countries like China to use their market position in key raw materials, technologies, or products to disrupt our economy or exercise unwanted geopolitical leverage. 友岸外包战略最早由耶伦于今年4月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耶伦当时宣称，美国在一些稀有资源领域，在 LG 集团的最新演讲中，耶伦进一步解释称，友岸外包意味着更紧密的关系和多元化供应。耶伦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呢，其实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基本上它是一个希望能够对抗中国在这个全球工业体系上的完备性跟这种有效率的竞争性上面来试出做出一个这种对抗。但友岸外包明显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政治化操弄，是反市场经济和反全球化的行政操弄手段，产业界对此并不看好。日本经济新闻上周还发文警告称，从稳定供应链的角度来看，美国在与之邻近的中南美和加拿大、墨西哥搞友岸外包，无疑是有利的候选阵地。但美方却将矛头指向中国这一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这一举动可能对支撑西方经济增长的自由贸易造成损害。在美国政府鼓吹调整供应链的背景下，企业可能不再像以往一样基于低生产成本等经济合理性构建供应链，而是会更多地考虑新建生产基地的地缘政治风险，这无疑将导致成本上升、竞争力降低、加剧通胀。更多的经济学家担忧，美国搞友岸外包可能会破坏全球化带来的宝贵经济成果。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月的报道就指出，友岸外包战略将更强调安全和政治问题，迫使各国选边站，甚至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分裂为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两个经济集团。报道称，据世贸组织的经济学家估算，分裂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产出在10至20年间减少5%，相当于4万多亿美元，不仅将导致西方国家物价进一步上涨，企业利润下降，这些价格成本还将不成比例地由那些贫困国家承担。Shifts in supply chains, not to move fully away from globalization, a full decoupling or something that moves close to full decoupling will not help anyone.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基本上这是一个比较不符合效率跟科学跟金钱利益上的一个行为。你为了要去打击一个固定的这种敌人的时候，你必须去设置一些所谓特殊的这种机制。这种机制不是站在一个比较利益，不是站在一个最有效率，不是站在一个最有竞争力的这基础上面来讲，我个人并不看好他们的这种前景。不过，对于美国来说，积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发达更是其重塑所谓全球安保供应链的重要一轴。在韩国龙山总统府与尹锡悦会面时，耶伦强调，美方十分重视与韩方建立的伙伴关系，期待两国能共同讨论和应对在双边经济和全球经济事务中的重要议题。尹锡悦则称，期待韩美全面战略同盟关系能从政治、军事安全领域扩展至工业技术安全、经济金融安全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企业多次参加白宫召集的芯片峰会。美国总统拜登5月访韩时，韩方还承诺韩国企业在半导体、电池等战略性重要的产业上对美进行巨额投资。这说明，在美国正推进的对华包围战略中，韩国和日本共为东亚的重要堡垒。此前，美国将日韩列为其打算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的成员，近期要求韩国在8月底之前答复美方是否加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回应称，芯片产业高度全球化，各国分工协作，共同推动芯片技术持续快速进步。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希望有关方面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出发，多做有利于维护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事。美方一贯标榜自由贸易原则，却一再滥用国家力量，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大搞胁迫外交，试图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割裂全球市场。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背景下，美方这种行径纯属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最终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耶伦此次访韩对中国发表了一些强硬言论，但耶伦也向路透社表示，美中关系并没有完全消极或升级为极其敌对的程度，且中方正在倾听美国在一些领域的关切。他重申，他不想传达美国与中国的敌对行动升级的画面。有观察认为，耶伦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主要是为了推销其友岸外包战略，而当时他提出这一战略的出发点，则是为缓和美国高烧不退的通胀问题。实际上，在拜登政府中，耶伦在对华政策上算是务实派，曾数次提出通过削减对华加征关税来挽救美国通胀的方案。本月初，耶伦还曾主动与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视频通话，双方都认为此次交流具有建设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美国财长在韩国抛出友岸外包，并声称要减少对华资源市场和产业链依赖。那么您觉得外企会撤离中国吗？主持人好。耶伦的友岸外包呢，往往看作是鼓动外资企业移出中国。那么从美国的印太战略看呢，美国的所谓友岸呢，主要就是指美国的经济盟友，也就是呢前不久公布的印太经济框架的13个亚太国家，包括7个东南亚国家。而印太经济框架呢，就是设法把在中国的部分产业，尤其是外资企业掌控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不过呢，中美贸易战后的事件证明呢，一些移出去的企业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粤港澳大湾区。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具备完整的供应链和相应的专业人才支持。美国现在呢，在外包业上附加政治色彩，而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这个注定呢是会失算的。其实我们看一下耶伦亚洲行的目的，就知道呢，那不过是威胁中国的一句话。他到亚洲访问呢，旨在说服亚洲国家支持美国，设法呢给俄罗斯石油呢定一个最高价。而俄乌军事冲突以及欧美对俄制裁，亚洲呢已经替代了欧洲成为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没有中国和印度的支持，那么给俄石油限价呢就做不到。这个限价政策呢，就是耶伦呢率先提出的，现在呢他也要巴往硬上弓。不过呢，很多美国经济学家都预言呢，给俄罗斯石油定价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不符合市场规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呢也没有响应，并且提出劝和促谈，结束战争才是良方。于是呢，这美国便用友岸外包来威胁中国，同时呢也用友岸外包给亚洲盟友画一个大饼，敦促他们呢支持美国的限价政策。也就是说呢，只要是亚洲国家支持美国的政策，那么将来呢就能从产业外包中和产业转移中得到好处。这亚洲国家呢，当然知道，印太经济框架呢不是一个贸易协定，没有市场准入优待，即便一些产业从中国转移到本国，还得靠自己去营销，并不能保证呢一定会进入美国市场。可以说呢，这友岸呢不存在，外包也不存在，
不过是美国呢威胁中国的一句空话。我敢肯定的说呀，这友岸外包呢不会把外资企业勾引出中国的。各类企业呢最终还是根据市场规律，而不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动员来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和产业项目。